真他娘的冷啊！想我堂堂青石寨大当家，让边境贪官闻风丧胆的局势偃旗，3天前遭遇重兵围剿，坠落断魂崖，居然没死成，醒来就在乱葬岗，怀里只剩这份沈飞的夫人文书。青石寨肯定有内鬼，追兵绝对还在找我。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从今天起，通缉犯偃旗死了，穷酸书生沈飞活了。沈飞1周来的，这都过了赴任期限3天了，我还以为你死在半路上了呢。路上偶感风寒，耽搁了行程，还望大人海言。行了，既然没死，那就留下来干活。馆里的教习都满了，你就先去丙字号学堂当个助教吧，负责点卯、收发卷宗，维持纪律。钱大人，您把这病秧子弄去丙字号，这不是让他去送死吗？可不是嘛！丙字号那群活祖宗，全是6部尚书、王侯将将家里的纨绔子弟。上个月刚把一个举人出身的教师吊在树上，这小子这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怕是活不过3天。哼，一个没背景的穷酸书生，死了就死了，正好给刑部省一份俸禄。李少，听说今天新来个助教，还是个从乡下来的穷酸书生。正好兄弟们最近闷得慌。铁柱，你在门上挂的那桶泔水稳当不？别提前洒了。放心吧，李少。我还让人在门槛下埋了3根毒头钉，门把手上涂了羊粉。只要那损子敢推门，我保证他今天不仅要洗个泔水澡，还得跪在地上叫爷爷。就这，老子10岁在山寨里玩陷阱的时候，你们还在穿开裆裤呢。本想装个乖顺书生混口饭吃，顺便借刑部卷宗查查内鬼。现在看来，这群小兔崽子如果不先敲打，以后日子没法安生了。什么味道，臭死老子了！我的锦缎长衫！你他娘的是谁？知不知道本少爷是谁？敢踹门，老子今天打断你的腿！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你们新来的助教沈飞。从现在开始，这间屋子我说了算。第1堂课，全都给我抱头蹲下，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掏出来。少他娘的在这装神弄鬼，给老子死下来！太慢了，下盘也不稳。你爹平时没教你怎么扎马步吗？你敢打朝廷命官的子嗣？我爹是户部尚书，刑部侍郎是我亲舅舅。你信不信我今天就让你在这京城待不下去？户部尚书的儿子，刑部侍郎的外甥，就算你爹是当今圣上，今天在这间屋里，我也只是你们的助教。现在重复我刚才的话，抱头蹲下，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掏出来。掏啊，等我亲自动手吗？不愧是京城顶级的2世祖，这一波黑吃黑，少说也有2000多两银子，顶得上青石寨半个月的进项了。你这是抢劫，这是强盗行径！刑部大堂就在2条街外，我要去告你，我要让你把牢底坐穿！好啊，那我们现在就来上律学院的第1堂课。大楚刑律盗贼篇第3条明文规定，凡持凶器以暴力胁迫他人交出财物者，罪当流放3连，若致人重伤，判绞监候。李大少爷，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持凶器了？我有哪只眼睛看到你们受重伤了？铁柱同学刚才那是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对吧？既然没有暴力胁迫，也没有人身伤害，那怎么能叫抢劫呢？如果你们现在去刑部大堂告我，知县大人问起来，你们10几个年轻力壮的世家子弟是怎么被一个身患重病、手无缚鸡之力的穷酸书生抢劫的？你们怎么回答？说我一个病秧子把你们10几个练过武的少爷给吓蹲下了？你们觉得刑部大堂上的青天大老爷是信你们这群出了名喜欢惹是生非的纨绔，还是信我这个履历清白、刚刚赴任的倒霉助教？还没完呢，看到这些了吗？如果真的闹上公堂，我会告诉县令大人，是你们这群二世子在学堂里设下恶毒的机关，意图谋杀朝廷命官。我呢，为了保命，迫不得已踹开大门，而你们因为谋害师长未遂，心中有愧，所以自愿将身上的财物赠予我，作为赔礼道歉的护京金。李少爷，现场的物证俱在，人证也是明摆着的。你猜，如果这案子真的判下来，是我这个收受赔偿的助教罪名大，还是你们这群意图谋杀朝廷命官的少爷们罪名大？你简直是强词夺理，颠倒黑白！错，这不叫颠倒黑白，这叫证据链的完美闭环。在大楚的律法里，真相是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向主审官证明什么。你们这群白痴，连怎么销毁作案现场的证据都不懂，也敢学人家玩陷害，
今天这笔钱就算是本助教教你们。什么是诉讼欺诈和物证反制的术书了？都给我站起来！滚回座位上坐好。这哪里是来教我们大楚刑律的先生？这他娘的分明是个把大楚律法当成厕纸，专门教我们怎么合法敲诈勒索的流氓头子。很好，看来大家已经初步领悟了律法的真谛。那么现在，我们开始点卯。到！点卯完毕，全员到齐。很好，按律学馆的规矩，今天的第一堂课应该讲大楚刑律的总则。先生，您这是……一本死书背得在手有什么用？难道别人拿刀砍你的时候，你举起这本书大喊一句“大楚律法不容侵犯”，刀就能停下？你们这群人这辈子大概率是不用去考科举的。你们家里的老子早就给你们铺好了路，以后进了6部，下了地方，你们就是大楚的执法者，是手握生杀大权的老爷。铁柱同学，我问你，如果你昨晚在春风楼喝花酒，为了争夺一个头牌，跟隔壁包厢的人打了起来，你一拳把对方的腿打断了，按大楚当何罪？按大楚刑律斗殴篇，致人重伤残疾者，判杖责80，徒刑汤药费若干。背得不错，那你上个月坐牢了吗？当然没有，我爹可是镇远将军，隔壁那孙子也就是个五品小官的儿子。我爹派副将去他家走了一趟，扔了500两银子。那小子不仅不报官，还乖乖在家里说是自己摔断的。愚蠢！仗势欺人，拿钱平事，这是最低级的手段。如果对方的爹不是五品小官，而是当朝首辅呢？如果对方根本不缺你那500两银子，非要让你把牢底坐穿呢？你爹那个镇远将军的名头还能保得住你吗？那咋办？所以今天我要教你们的不是怎么背法条，而是怎么把死板的法条变成你们手里的刀和盾。春风楼争风吃醋，你们记住，核心要诀就是一个字：狗。不管你多想打断对方的腿，绝对不能先动手。你要做的是极尽嘲讽之能术，问候他的祖宗18代，激怒他，让他先对你动手。等他举起拳头或者抄起酒壶砸向你的时候，你要做什么？躲开，然后还击？错，你要迎上去，让他轻轻打你一下，然后顺势倒在地上，撞翻几张桌椅，最好能蹭破点皮，然后用春风楼里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大喊，救命啊，杀人啦！脸面值几个钱？不坐牢才是王道。等你喊完救命，制造出对方正在进行单方面凶杀的现场氛围后，这就叫性命受到严重威胁。这个时候，你再抄起板凳反击，把他的腿打断。等到顺天府的捕快赶到，满地的狼藉是你被迫退让的痕迹。春风楼的姑娘和小厮全都是你高呼救命、被迫负降者的证人。对方先动手，且涉嫌寻衅滋事事，意图谋杀，而你只是一个可怜的为了自保不慎防卫过劳的受害者。最后的结果是，对方不仅要被抓进去蹲大牢，还要倒赔你精神损失费和汤药费。而你名正言顺地废了他的腿，还能得到一个临危不惧的美名，这才叫真正的懂法。先生，那如果我们在巷子里套人麻袋被发现了怎么办？先生，如果我在赌场出钱被抓了个现行，怎么才能用大楚律法证明是骰子自己动的手？哟，丙字号今天居然没在斗区去，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王腾他娘的来我们丙字号干什么？滚出去！赵体柱，你冲我吼什么？我可是奉了教务堂的命来给你们下通知的。3天后，律学馆半年一次的刑名考核，规矩照旧，由刑部大员亲自出卷、亲自监管，模拟大堂断案。这位就是新来的沈督教吧？听说是个病秧子。好心提醒你一句，去年你们丙字号在刑名考核里交了白卷，连一个最简单偷鸡案都判错了，成了整个京城的笑柄。你们这次考核，如果你们丙字号还是垫底，按照律学革除新规，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们。说完了吗？你想干什么？大楚刑律学正篇第7条，学堂授课期间，非逢紧急军情，擅自闯入学堂打断教习授课者，视为扰乱学政。王大公子，你未经通报擅闯我丙字号学堂，打断了我的授课，按律当长嘴20，罚抄学规100。你让我长嘴？你让我长嘴？你算什么东西？我爹可是刑部侍郎，你一个不入流的助教，敢动我一根指头试试？是吗？你敢打我？我不仅打你，我还要在刑名考核上把你们甲字号的脸按在地上摩擦。滚回去告诉你爹，3天后的刑名考核，我丙字号不仅不会垫底，还会拿第1。看到这些钱了吗？3天后的考核，赢了甲字号，这笔钱我双倍奉还给你们。要是输了，我不光要把你们的钱吞了，我还会亲自让你们体验一下刑部大牢里最残酷的72道大刑是怎么在人身上兴效的。先生，您刚才那一巴掌打得确实解气，可是3天后的刑名考核，咱们拿什么赢甲字号啊？是啊，先生，甲字号那群书呆子
平时连大楚行律的标点符号都能背下来，咱们丙字号加起来连杀人偿命这4个字都认不全啊！这不是把脸送过去给人踩吗？要是输了，我们不但要被革除学籍，我们的钱还得被您给吞了。怎么怕了？就这点出息，也配在这京城里当恶少？我问你们，刑部断案断的是什么？是法条吗？错，断的是人心，是利益。甲字号那群书呆子，懂法条，懂圣人微言大义，但他们懂这世间的安扎算计吗？他们知道一个赌徒输急了眼会怎么伪造借据吗？他们知道青楼里的老鸨是怎么配合贪官洗钱的吗？他们不懂，但你们懂。你们虽然不学无术，但你们从小在这京城的名利场里泡大，见惯了勾心斗角、吃喝嫖赌，样样精通。你们比那群书孩子更了解一个坏人在犯法的时候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接下来的3天，全员禁足在学堂内，吃喝拉撒都在这里解决。我不教你们背法条，我教你们怎么像一个最老练的罪犯一样去思考。只要能看破罪犯的利益链，再复杂的案子，在你们眼里也不过是土匪分赃不均的闹剧。案例1是京城某帮派，甲、乙、丙3人合伙抢了钱庄，甲杀了守卫，乙负责藏钱，丙跑去报官做污点证人，最后钱找不到，甲咬死是乙私吞了。你们怎么判？别管谁杀的人，先找钱。乙藏了钱，丙去报官，说明丙根本没分到钱。只要用刑部的大刑去吓唬丙，告诉他乙要把杀人的罪名扣在他头上，丙为了活命，自然会咬出乙的藏钱地点。只要钱找到了，顺着钱的下项，谁是主谋一目了然。这叫掐断资金链，狗咬狗一嘴毛。案例2，一个富商死在密室里，门窗紧锁，身中剧毒，现场只有他的正妻和小妾。正妻说小妾图谋家产，小妾说正妻嫉妒争宠。怎么破？打！把2个娘们都拉下去打一顿，谁熬不住谁就招了。蠢货，打出来的叫屈打成招。到了刑部大堂上，人家一翻新，你就得背个滥用私刑的罪名。查动机，正妻已经掌握了家宅大权，他有什么理由嘎人？小妾图谋家产，但没有家主，他什么得不到？这种密室嘎人，凶手绝对是第3人，而且是能合法接触到毒药和门窗钥匙的第3人。去查富商的管家和账房，看看富商死后谁得到的利益最大，谁就是凶手。这叫谁获利谁嫌疑。沈飞是吧？一个不知死活的乡野村夫，仗着有点蛮力就敢打我儿子。今日我不仅要让你名誉扫地，还要把你这群废物学生通通革除学籍，让你在京城永无立足之地。看你们还能得意多久？等会儿交了白卷，我看你们怎么哭。肃静！本次刑名大考以模拟断案的形式进行，由刑部提供一桩真实的悬卷传，3堂学生各自阅卷，推举代表上堂陈述断案理据，谁能勘破真凶，谁便胜出。此案名为城南柳家分家血案。京城富商柳员外于10日前在书房暴毙，死因是服食鹤顶红。柳员外死后，其价值100万两银子家常地契不翼而飞。嫌疑人有3：吕其曾次与柳员外发生激烈争吵；其2，柳家继室年轻貌美，据传与府中管家有染；其3，柳家次子庶出，平日唯唯诺诺，但在柳员外父后离奇失踪了3天，昨日才被顺天府在城外抓获，身上还带着一包鹤顶红。现在3堂阅卷开始。此案长子不孝，违背大楚刑律人伦篇，动机最大。不对，继室与人私通乃是死罪。他为了掩盖罪行并谋夺家产，毒杀亲夫，符合毒药篇的量刑标准。次子身上搜毒药，人赃并获，按律当斩。先生，这账不对啊！柳家是做丝绸和钱庄生意的，卷宗上说地契和库房的现银加起来有100万两，但是这些现银全是大楚官银的形制。一个商贾之家，就算再有钱，也不可能在家里囤积几十万两的官办足色银账，这根本无法在市面上流通。我懂了，这不是杀人案，这是黑吃黑。那老东西肯定是帮什么大人物洗黑钱的白手套，现在出了事儿，被人灭口了。既然看破了，那就想想怎么破局。记住我教你们的，掐断资金链，反客为主。时辰到，甲字号上前陈述。大人，次子庶出，长期受压迫，心生怨恨，且顺天府在其身上搜出鹤顶红，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学生断定次子便是毒杀亲夫、谋夺家产的真凶。丙字号上前陈述。回各位大人，甲字号的陈述简直是狗屁不通。放肆！公堂之上，岂容你口出秽言？王大人息怒，学生说他们狗屁不通，是因为他们根本连这桩案子的性质都没搞清楚。这根本不是一桩为了争夺家产的家族伦理案，而是一桩拙劣的销赃灭口案。李潇，你可知你在说什么？此案乃是顺天府提交的铁案，何来销赃灭口之说？因为钱不对，柳家丢失的财产中有30万两的官银。敢问各位，大楚律法明文规定，民间商贾不得私自囤积官银。柳家一个做丝绸生意的，哪来这么多官办银锭？这就说明柳家背后有大人物在利用钱庄洗黑钱。长子赌博欠债是真，缉捕私通也是真，但他们根本没有胆量和能力去转移30万两官银。至于那个被搜出鹤顶红的次子，更是个背锅的替死鬼。凶手故意在次子身上留下毒药，就是为了转移顺天府的视线，掩盖那笔官银真正丢失的真相。
你们甲字号只盯着那包毒药和那些狗屁伦常，却对那消失的30万两官银视而不见。如果按照你们的判法，此次砍头结案，那30万两官银的去向就成了永远的死账。你们是在帮幕后真凶销赃！你胡说八道，这都是你的凭空猜测。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有幕后黑手？你要证据是吧，先生？该您上了。大人们要证据，其实很简单，只要查一查案发当天柳家钱庄的银车最后送进了京城哪位大人的后院，这案子自然就破了。王侍郎，您说我说的对吗？一派胡言！陈飞，你一个区九品助教，竟敢在公堂之上当众污蔑朝廷命官，你可知这是杀头的大罪？柳家的案子，那笔官银确实有一部分流入了我的私库，连顺天府的卷宗都被我暗中抹去了线索，这个沈飞怎么会知道？大人息怒，下官怎会污蔑您了？哼！你刚才分明说柳家的银车送进了指名道姓，问本官对不对？怎么敢做不敢当？大人误会了，下官刚才那句话的意思是顺着银车去查京城权贵的后院，案子就能破。下官问大人对不对，是在请教您这位刑部堂官，下官这番查案的逻辑对不对？下官绝没有说那30万两官银在您的后院里啊！王大人，您为何如此激动？难道那30万两官银真的在您的后院，所以您才不打自招？好了，成何体统？柳家的案子我早觉蹊跷，只是一直苦于没有切入点。今日丙字号这群纨绔在沈飞的带领下，竟然一针见血地撕开了这层窗户纸。本次刑名大考旨在考察学子们对案情的洞察与逻辑推演。甲字号引经据典，种种规矩，但居民的去向手，直击案件核心，谋财灭口，论断案之敏锐。丙字号胜！赢了，我们居然真的赢了啊！愿赌服输，以后见着我们丙字号的人，记得绕道走。肃静！先生，您太神了！刚才在大堂上，你2句话就把王侍郎怼得哑口无言，那脸色比吃了死苍蝇还难看。就是，咱们丙字号今天可算是扬眉吐气了。看甲字号那群孙子以后还敢不敢在咱们面前装大尾巴狼？赢了一次模拟考，考核而已，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你们以为今天的是谁？是甲字号？错，你们今天赢的是那30万两官银背后的利益链。我说过，赢了甲字之号，双倍奉还。按规矩，打了胜仗拿3成。张铁柱，你昨晚模拟推演时充当受了累，拿1成半。其余人按出力多少依次平分。教化纨绔，我没那闲心。我要把这群大楚未来的权贵阶层彻底绑在我的战车上，打造成我在京城最坚不可摧的保护伞。只有这样，我才能活下去，查清青石寨覆灭的真相。欺人太甚，欺人太甚！那个沈飞看人的眼神，我只在刀口舔血的悍匪上见过。3年前我途经青石寨，那个土匪头子军师燕七审问我时，用的就是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反向心理审讯法，掐断资金链，狗咬狗一嘴毛。不可能，燕七早就死在断魂崖了，连尸骨都没找到。一个益州来的病弱书生，怎么可能和青石寨有关系？来人！大人有何吩咐？立刻飞鸽传书去益州，给我把这个绿血馆幼教沈飞的祖宗18代都查个底朝天。他什么时候生的病，什么时候进的京，一路上接触过什么人，事无巨细，全都要查清楚。另外，派2个暗桩，24小时死死盯着绿血馆。我要知道他每天见了谁，说了什么话，绝不能让不准电奴活着离开京城。是。看你们这副亢奋的样子，是昨天分赃还没分够？先生，是不是要教我们怎么在赌场里出现不被抓，还是教怎么合法霸占别人家的田产？哼，目光短浅。出钱霸产的街头地铺干的低级活，你们以后是要当大官的，眼界要放长远一点。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公行。案卷看得再多，也不如去现场看一眼死人来的实在。先生，咱们去哪儿？城东柳条胡同，今天早上刚报的案。顺天府的一个从7品经历司主事，叫孙明的，昨夜在自家书房里上吊自尽了。站住！顺天府办案，闲人免进！瞎了你的狗眼！老子是镇远将军府的招体度，这位是我户部尚书家的李少，我们是刑部绿血馆来现场观摩学习的，耽误了我们办案，你担待得起吗？滚开！哎呦，各位公子，你们怎么来了？这凶案现场晦气得很，别冲撞了各位。少废话，带路。我们先生说了，要拿这个案子给我们当实践课题。沈督教，各位公子，亡者孙明今早被家中管家发现悬梁自尽于书房，经过初步查验，门窗皆是从内部反锁的，是一个密室。
现场没有搏斗痕迹，身上也没有其他伤口，初步断定为自尽。自尽？他一个从七品的小官，能犯多大的罪需要上吊？这孙主事生前负责看管顺天府的旧案卷族，最近不是因为柳家那个案子上面查的严吗？可能他手脚不太干净，怕被查出来，就寻了短信。这是3年前在青石寨，我就是用这种特殊的打法，把官府卧底吊死在横梁上的。来，都过来看看。既然是实践课，你们先说说，看出什么名堂没有？这有啥好看的？门是从里面拴上的，窗户也是从里面扣死的。除了他自己上吊，谁还能穿墙进来杀人不成？就是啊，先生，这案子没油水可捞吧？这怎么看都是自杀呀！自杀？你们这群白痴都被人耍了！看清楚那个结，你们以为这是普通的死结或者活扣吗？先生，这结看着确实有点奇怪，绳头穿插了好几道，绕得像个麻花似的。这叫锁子扣，这是黑道上专门用来绞杀叛徒和灭口的打法。这种扣子一旦受力，就会瞬间锁死，而且里面藏着反向的安扎，就算把手指抠断，绝对解不开半分。孙明不过是个只知道拿笔杆子的文弱书生，他上吊自会去打一个连顺天府捕快都未必认识的黑道专业杀人绳结吗？先生，可这门窗确实是反锁的啊！如果他是被谋杀的，杀手怎么出去的？杀手潜入书房，用锁子扣从背后勒死孙明，然后将绳子挂上房梁，把尸体吊起来，伪造上吊假象。接着，杀手走到门外，他在门内的木栓上绑上一根极细的冰丝，将冰丝从门缝或者门槛底下穿出来。杀手在门外关上房门，用力一拉冰丝，门内的木栓就会被拉动，咔嗒一声，将门从里面锁死。最后，杀手只要用力一拽，将冰丝抽走，一个完美的从内部反锁的密室自缢现场就布置完成了。大人，您现在还觉得这是一桩畏罪自个案吗？先生，那这孙明一个小官到底惹了谁，值得动用这种专业的黑道杀手来灭口？府尹大人刚才说，孙明生前负责看管旧案卷宗，而且和最近查得很严的案子有关。是的。昨夜六扇门的林捕仇刚来吊索过，近半个月京城的货运卷宗，说是为了查柳妹那笔30万两官银的去向，孙主事就是负责对接的。原来如此，昨夜六扇门刚查官银线索，今早就被灭口，对方还用出锁子扣。京城这趟浑水里，果然有危险的黑道势力在给贪官当白手套。今天的实践课作业来了，李笑，你爹是户部尚书，你去查一查，孙明生前有没有在钱庄里存过不明来历的银票？杀手既然来灭口，如果找不到他想要的账本或者名册，必然会翻找，他家里肯定被钻过。赵铁柱，你拿着这个锁子扣的花样，去京城地下黑市和各大帮派打听打听，最近有哪些接杀人买卖的堂口喜欢用这种手法干活。记住，别亮你爹的将军名号，用道上的规矩去问。其余人各自发动你们家族的关系，给我查查孙明这半个月来跟哪些达官贵人有过私下接触。先生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刚才那个病秧子竟然一眼就认出了锁子扣，还当场拆穿了密室杀人的手法。王大人猜的没错，这个绿血馆的助教绝对大有摘头。那种黑道上的绝密扣法，普通读书人连见都没见过，他怎么可能这么清楚？必须立刻回禀大人。锁子扣，密室反锁局，他竟然一眼就看穿了。难道真的是燕妻？3年前我奉命去边境剿匪，为了掩盖一笔巨额军饷的贪污案，买通青石寨内鬼，将那个智多金毛的军师燕妻逼下断魂崖。本以为斩草除根，没想到他竟然堂而皇之地坐在绿血馆里，教出了一群敢查我账本的恶霸。不行，绝不能坐以待毙。不管他是不是燕妻，此人留不得。是不是燕妻，试一试就知道了。来人，备轿，本官要去一趟绿血馆。先生，我查到了，我按您交的切口去了城西的地下黑市，打听出来，最近京城里接这种锁子扣灭口活的，是一个叫血衣楼的杀手组织。这帮人要价极高，而且只接权贵的私活。先生，我也让我爹的幕僚去查了京城各大钱庄的流水。那个嘎屌的孙明，在上吊前3天，他老乡乡下的地窖里突然多出了1万两银子的地契，这绝对是买命钱。顺藤摸瓜，干得不错。杀手组织有了，买命的赃款也有了。接下来，只要查出孙明手里到底攥着什么致命的证据，就能知道谁是买凶杀人的雇主。不知王大人大驾光临，有何指教？本官听闻沈助教教学有方，不仅在刑名大考上大放异彩，昨日甚至还带学士的宣查，真是让本官大开眼界。大人谬赞了，下官只是教学生们如何活学活用，免得以后到了公堂上被那些穷凶极恶的匪徒骗了。既然沈助教如此精通实务，
本官这里正好有一桩陈年旧案的卷宗。这桩案子，刑部当年虽然结了案，但诸多细节一直存在争议。今日本官就拿它来考考丙字号的学生，也顺便领教一下沈助教的高见。大火，毒箭，兄弟们倒在地上。当年在断魂崖边，那个带着大军包围我们，下令放箭的刑部，就是眼前的王渊。原来那场围剿，根本不是朝廷的正义之举，而是他为了掩盖罪行设下的灭口局。怎么，沈助教脸色不太好啊？难道是被这卷宗里的血腥气吓到了？如果看不懂，本官可以替你念。王大人，我们先生今天身体不适。坐下。王大人说的对，这确实是一份精彩的卷宗。不过，下官从这份卷宗里看到的不是什么大楚王师的英勇，而是一群贪生怕死、草菅人命的蠢猪，在用漏洞百出的谎言掩饰一场令人发指的杀良冒功。放肆沈飞！你竟敢侮辱剿匪将士！我是在侮辱他们吗？我是在拿大楚律法跟您讲道理啊，王大人。卷宗第3页记载，大楚军队与青石寨山贼血战3天3夜，斩首1500人。敢问王大人，青石寨地处易守难攻的悬崖峭壁之上，如果真的是血战3天3夜，为何大楚军队的伤亡名次上只有区区30人重伤，无一战亡？卷宗第5页，缴获物资清单，查获生锈铁皮刀120把，木棍长矛300根，粗布麻帽若干。王大人，青石寨如果是能劫掠边境军饷的巨寇，他们的兵器库里怎么可能全是这种连砍柴都费劲的破铜烂铁？最可笑的是卷宗最后一页的粮草消耗，朝廷拨给大军剿匪的军饷和粮草足够3万人吃半年，而剿灭一个区区1000人的山寨，你们竟然上报消耗了全部粮草和5万支金刚羽箭！李潇，告诉这位刑部左侍郎，按照我们三子号的资金流向和逻辑推显，这份卷宗说明了什么？说明斩首的那1500人根本不是什么悍匪，而是手无寸铁的流民和百姓。说明那5万支金刚羽箭和半年的军饷根本没有消耗在战场，而是被领兵的将领和朝廷的监军给吞没了。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贪污军饷、杀良冒功的惊天血案。沈飞，你这是强词夺理，血口喷人！沈飞勾结山匪，意图颠覆朝纲，给我拿下！谁敢动我先生？王侍郎，你这是急着杀人灭口吗？这卷宗是你丙字号按律推演，找出了卷宗的造假漏洞，你不仅不查贪官，反而要抓教书先生。我这就回家告诉我爹，让户部明天就去查当年的军饷烂账。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助教，好一群颠倒黑白的学生，咱们走着瞧！我终于记起来了，3年前的断魂崖不仅有王渊这个伪君子，山寨里出卖我的那个叛徒，我也想起来是谁了。你没事吧？没事，只是突然发现这京城里的狗比山寨里的狼还要多，不杀上几只，咱们这学堂怕是不得安宁了。沈飞就是燕七，绝对错不了。他用查账的手段破了我的局，他想翻案，嘎刑！通知血衣楼，今夜子时，我要沈飞的项上人头，不惜一切代价，绝不能让他活着见到明天的太阳。当年断魂崖的局不止王渊一个人，来得挺快。血衣楼的杀手王渊为了灭口，果然下了血本。撤！来都来了，急着走什么？点子扎手，列阵！哼！先生，我们听到这边有惨叫声。啊，先生，你杀人了！我的身份绝不能暴露，一旦这2人把今晚的事说出去，必会引来朝廷大军围剿。杀人灭口是最稳妥的黑道原则。先生，我们什么都没看见。这几个人是潜入绿血阁的飞贼，他们欲行不轨，却不慎触发了先生设下的防盗机关，导致自相残杀，同归于尽。学生李潇愿用项上人头为先生作保。对，这帮飞贼自己踩了毒针，抹了脖子。先生手无缚之力，刚才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喝茶论道，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孺子可教。这3天的黑吃黑没败，极度恐惧下，第一反应竟是帮我穿宫掩盖现场。行了，别捂着了，把眼睛睁开。害怕了？怕就对了。你们以为这是普通的飞贼吗？这是血衣楼的顶尖杀手。因为我们在今天的堂审上揭穿了那30万两官银的去向，触动了某些大人物的利益，所以他们连夜派人来灭口。是刑部左侍郎王渊。明天只要你们还在查那笔，他们就敢派人去户部尚书府和镇远将军府，把你们也悄无声息地抹掉。先生，那我们该怎么办？在官场上，想不被人吃掉，唯一的办法就是比他们更黑、更狠、更没底线。他们敢派杀手来，我们就敢把这3具尸体变成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绞索。李潇，
你现在立刻连夜回府，让你爹调动户部查账的案线，就说绿学乖遭逢大劫，有人要掩盖官银案的证据，逼你爹明天必须在朝堂上参王渊一本。赵铁柱，你现在去把这3具尸体扒光，把他们身上的血衣楼刺青露出来。明天一早，我要这3具杀手的尸体堂而皇章地挂在顺天府的大门口，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某些贪官污劣是怎么在天子脚下杀人灭口的。我要让王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学生遵命。快去禀报府尹大人，天塌了！血衣楼的杀手，官银案，这是有人在把顺天府放在火上烤啊！血衣楼从未失手，那个叫沈飞的病秧子，此刻恐怕早就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了。至于那几个二世祖，没了沈飞，还能翻起什么风浪？皇上啊，老臣求皇上做主啊！这京城没法待了。李爱卿，何事如此惊慌失措？成何体统？皇上，昨夜有杀手潜入刑部绿学观，险些要了臣那犬子李潇的命啊！昨日，犬子在一次模拟推演中，无意中发现了柳芬家香案背后竟然隐藏30万两官银的惊天黑幕。谁知昨夜就有一批血衣楼的顶尖杀手潜入绿学馆，欲行灭口。若不是血馆的先生拼死护持，再加上那群飞贼不慎触发了机关，臣今日就见不到犬子了。什么？30万两官银？皇上，臣的儿子铁柱昨夜也在场，那群杀手简直是丧心惊狂。我大楚天子脚下，竟然有权贵勾结江湖杀手，试图屠杀朝廷命官的子嗣，以掩盖贪腐罪证。皇上，臣请旨，立刻查抄京城地下钱庄，揪出幕后黑手。好大的胆子！顺天府尹何在？臣在。李尚书所言可是实情？回皇上，今晨顺天府大门外确实被人倒掉了3具血衣楼杀手的尸体，尸体上还留有血书，直指官银案。刑部尚书6扇门，朕限你们3日之内把这30万两官银的去向以及血衣楼背后的主使给朕挖出来，查不出提头来见。必须舍弃地下钱庄，找替死鬼了。沈飞、燕七这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土匪，手段比当年更加诡谲难测。都看着我干什么？脸上有花？我爹今早在朝堂上参了王渊一本，皇上震怒。听说顺天府和六扇门已经去查抄城南的几家地下钱庄了。王渊这次就算不嘎，也要脱层皮。先生神机妙算，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先生，那3具尸体我按您的吩咐，半夜挂到顺天府门楼上了，挂得高高的，保证全京城买菜的都能看见。坐下吧，这就是我今天要教你们的第2堂课：借力打力，狐假虎威。在官场和黑道上，最愚蠢的做法就是亲自下场跟敌人肉搏。王渊想杀我，因为我挡了他的财路，但我只是个9品助教。如果我跑去顺天府告状，有人会信吗？没有，甚至我可能刚走到衙门口就会被人灭口。但我手里有你们，你们的爹是户部尚书，是镇远将军，只要把你们卷进来，把刺杀一个助教变成刺杀朝廷重臣的子嗣，这件事的性质就变了。我借了你们爹的事，借了皇上的怒火，兵不血刃地将了王渊一军。他现在为了保命，只能拼命地去斩断自己的尾巴，根本无暇顾及我们。记住，律法权势，甚至你们的敌人，都可以成为你们手里的刀。只要你们能看透这其中的利益纠葛，这大楚的朝堂不过是你们掌心里的棋盘。谢圣受教。既然要玩，那就玩把大的，咱们一笔一笔慢慢算。死无对证的替罪羊准备好了，死无分证的替罪羊已经准备好了。分赃引发内讧的密信，足以把黑锅全扣死在这个地下钱庄头目腿上。线索到此戛然而止，就算所有人都知道是我干的，没有口供物证，谁能定我的罪？太不要脸了，简直是无法无天！我爹刚从宫里传出话来，王渊那个老狐狸硬说这案子是江湖仇杀，把所有的罪名都推到了那个嘎在枯井里的黑道头目身上。那个替嘎鬼连个权势都没有，这摆明了是嘎无对证。就这么算了，咱们昨晚差点把命搭进去，好不容易把事情捅到皇上面前，就让他这么轻飘飘的糊弄过去了。都坐下，吵吵嚷嚷像什么样子？先生，咱们就这么眼睁看着他逍遥法外？遇到猛兽袭击，壁虎知道断尾求生，狐狸知道咬断被夹住的腿。王渊能在刑部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如果连这点弃卒保车的魄力都没有，他早就骨头渣子不剩了。这就是你们今天学到的第3堂课：嘎无对证与利益切割。
在律法实务中，当线索指向一个手眼冲天的大人物时，他绝对不会亲自下场销毁证据，而是会直接物理抹除中间的联络人。中间人一嘎，证据链就断了。在公堂上，没有口供，没有物证，即便所有人都知道是他干的，大楚律法也定不了他的罪。那咱们岂不是白忙活了？白忙活？错，我早就教过你们，断案不看杀人。看钱，替罪羊可以随便找，但那30万两白花花的官银，他王渊不可能变戏法一样变没。只要钱还在京城，就一定会留下痕迹。我让你查那笔买命钱的出处，查到了吗？查到了，孙明老家地窖里多出来的那1万两银票，虽然那印记，但我爹手底下老账仓一眼就看出来了，那纸张和水印是京城最大的汇通钱庄独有的暗花。汇通钱庄？对，这家钱庄背景极深，水很浑。他们表面上做正常的存兑生意，但暗地里很多见不得光的脏钱、贪墨的公款都会通过他们在黑市上洗白。我爹早就想查他们了，但一直苦于没有由头。而且这家钱庄的护卫全都是江湖上的亡命徒，硬闯根本行不通。硬闯那是莽夫的做派，既然硬闯不行，那我们就正大光明的走进去。正大光明的走进去？先生，人家那是洗黑钱的窝点，防得跟铁桶一样，咱们怎么进去？铁柱啊，你是不是忘了你们的本来身份？你们是大楚刑律的学子吗？不，你们是这京城里最臭名昭著、最喜欢寻欢作乐、挥金如土的二世祖啊！汇通钱庄既然要做大生意，必然有接待达官显贵的内廷，甚至可能设有私密的赌房和销金窟，用来拉拢官员。今晚，你们2个带头，换上你们平时最浮夸的衣服，带上你们能调动的所有护卫和银票，去汇通钱庄名下的长乐坊豪赌。没错，不仅要赌，而且要赌得极大，输得极惨。我要你们在长乐坊里输红了眼，输到欠下巨额赌债，输到必须让汇通钱庄的大掌柜亲自出面，带你们去他们的地下金库抵押借贷。只要你们能混进他们的账房或者金库核心，摸清楚他们藏匿账本和现银的具体位置、护卫的换班规律以及地下建筑的出口，剩下的交给我。我要让王渊这只老狐狸亲眼看着他的金库被端上天。开，给本少爷开！老子就不信了，今天还能开！少爷，咱没钱了。放屁！本少爷堂堂户部尚书的公子会没钱？去，把你们这儿管事的叫出来！本少爷要在你们汇通钱庄立字据，借5万两。今天不翻本，谁他娘的也别想走！哎呦，原来是李公子，小人是汇通钱庄的吴掌柜。李公子要借5万两，自然是没问题的，只是这数额太大，按照规矩得请公子移步我们钱庄的内堂签押画押。少废话，带路。2位公子，请。猎物进笼了。吴掌柜，你们这钱庄的内堂够隐蔽的啊！本少爷可是来借钱的，怎么搞得跟下大狱似的？李公子说笑了，干咱们这行，财不外露是规矩。下面不仅是库房，更是我们钱庄熔铸金银的工坊，自然要防卫森严些。熔铸金银？大楚律法严禁民间私自熔铸金银。一家钱庄在地下设有熔铸工坊，肯定把带有官府印记的黑钱熔掉，重新铸成散碎银两。那30万两官银果然在这里。这些护卫气息极稳，最差的也是8品武者，领头的甚至有7品气势。就凭我们2个半吊子，在这里简直是羊入虎口。李公子，5万两不是个小数目。按照规矩，我们需要核实一下您身上的打压物。打压物？本少爷这张脸就是打压物。我爹是尚书，还怕我还不起你区5万两？该拿钱，少废话。户部尚书的公子，好大的威风！可是就在半个时辰前，我接到了上面的飞鸽传书，说今天顺天府大门上挂了3具尸头，户部李烫书在朝堂上发了难。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我们正愁怎么应付上面的追查，没想到李尚书的独更子就自己送上门来了。只要把你扣在这里当人质，我看你爹还敢不敢在朝堂乱咬？你们敢绑架朝廷命官家属，在这地下钱庄，别说皇子的来了，只要妨碍了我们主子的财路，也得化成这枪组里的一滩水。来人，把这2位少爷挑断手筋脚筋，别让他们自嘎了。铁柱，拼了！谁教你们在真正的强盗面前玩这种低级的黑吃黑的？什么人？放箭！快放箭！真气外放，五品宗师！哼，放完箭了，那该我了。你们挡路了。
先生，出来吧，还等着我请你们吃饭吗？30万两官银的流转账在哪儿？在那边的暗格里，质疑我什么都说，那是刑部左侍郎王渊让人交代的，我们只负责容银子。反派嘎于话多，这规矩你都不懂，活着也是浪费粮食。先生，那这些官银怎么办？带不走也不能带，我们3个人搬不走这么多银子，而且一旦我们动了这笔钱，这案子性质从权臣贪腐变成了江湖劫匪抢劫官银，到时候不仅王渊会嘎咬我们，皇上也会把我们当成反贼来剿。把这些油全部泼在账房的旧账本和那些还没熔掉的官银上。先生，这是要干嘛？烧！既然带不走，那就毁掉现场。这场大火一起，整个地下钱庄的罪恶都会被掩盖。顺天府和六善杰看到这满地狼藉，只会认为是王渊为了毁灭证据，不惜炸毁金库，杀光了所有人。我们只要手里有那份核心账本，王渊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黑锅他背定了。走，先生，我们成功了。明天一早我就把这东西交给我爹，王渊嘎定了。这只是第一步。王渊虽然是刑部侍郎，但他吞不下当年围剿青石寨两关系，他的背后还有更大的鱼。告诉你们父亲，拿到账本后不要急着在朝堂上拿出来，这东西是筹码。什么时候拿出来，怎么拿出来，要听我的。大楚的朝堂是一盘大棋，你们想不想跟着我做那个下棋的人？越位先生笑死！大人，现场查验过了，没有活口。看现场的痕迹，应该是经历过惨烈的搏杀，墙壁上有弓弩射击的痕迹，还有石来辉的残留。神辉，江湖下三滥的手段，谁干的？到底是谁干的？我派来的死士全军覆没，核心账册的铁蛤子竟然被第三方势力截胡了。王大人，这案子该如何定性啊？还能怎么定性？这分明是那群官银的江湖大斗，因为分赃不均，在这里发生了火拼，最终同归于尽，还放火烧了钱庄掩盖罪行，这就是事实。你立刻写折子，就按这个定论上报皇上，把案子结了。这把火烧没了线索，再查下去，只会引起朝野更大的恐慌。下官明白，下官这就去办。去查昨天晚上有谁来过长乐坊。我爹今天早上已经进宫了，只要李孝把这账本往朝堂上一递，王渊那老贼必嘎无我。动手？动什么手？现在把账本交上去。你们是嫌自己命太长，还是嫌你们爹头上的乌纱帽戴的太稳了？先生，这可是铁证啊，为什么不能交？因为现在交上去时机不对，在官场和黑道上，杀人讲究一个时机。你们现在把账本交上去，王渊完全可以反咬口，他大可以说是你们互不为了争权夺利，故意伪造来陷害他的。毕竟你们俩昨晚出现在长乐坊，有无数人可以作证。他甚至可以反过来诬告，是你们为了抢钱带人洗了汇通钱庄。那我们该怎么办？等，让子弹不，让箭矢先飞一会儿。在青石寨的时候，如果有内奸嘎不承认，我从来不会立刻把证据甩他脸上，我会顺着他的谎言往下编，甚至帮他一起骗大当家，直到他在所有人面前发煞毒誓，把自己的后路全部毒洗，确信自己已经瞒天过海的时候，那个时候再把致命的铁证甩出来。这在律法上叫罪加一等，欺君罔上；这在黑道上叫捧杀到最高点，再一把摔成肉泥。等顺天府和王渊把江湖大盗火拼同归于的结案陈词递交到皇上面前，等王渊在朝堂上为自己的清白痛哭流涕，等皇上彻底相信了他的鬼话，并准备结案的时候，你们的爹在这本带着王渊私印的呈账上去，你们猜皇上现自己被一个臣子当猴耍了，会是什么反应？欺君之罪，诛九族！所以接下来的几天，你们全都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该斗区去斗区去，该去青楼去青楼。你们越是纨绔，王渊就越不会把怀疑的目光放在你们身上。学生受教，王渊就越不会把怀疑的目光放在你们身上。学生受教。大人，查清楚了，昨夜长乐坊起火前，户部尚书之子李孝和镇远将军之子赵提柱确实在赌场里输了5万两银子，并被吴掌柜带入了地下金库。李孝、常鸟柱，难怪现场有生死回的痕迹，那是街头流氓和无赖纨绔才用的下三滥手段。大人，要不要属下派人去做了这2个小子，把账本抢回来？蠢货！
他们是尚书和将军的独子。这几天京城戒严，六扇门的人盯着那么紧，你现在去杀他们，就是直接告诉皇上，关银安是我干的。能把一群纨绔调教的敢闯地下钱庄，用石灰迷眼，还能全身而退的人，除了那个深藏不露的沈飞，绝对没有第二个。既然暗杀不行，那就在众目睽睽下名正言顺的搞嘎他。半个月后就是律学馆的年度大考，这不仅是考核学子，更是考核和各堂助教和教习的升嘎关。明日一早将这份子递交给刑部尚书。我要提议今年的年度大考由刑部主改为三司会审，邀请司、督察院，甚至请皇上派御史盲听。沈飞不是喜欢教学生钻律法的空子吗？本官就亲自给他出一道无解的死局。我要在大楚所有律法家的面之下，以萧权贵子弟败坏大楚律法、涉嫌勾结匪类的罪名，将他当场定成死罪。只要沈飞一死，那本账册，本官也有办法让它变成伪造的废纸。燕七啊燕七，当年断魂崖没能让你粉身碎骨，这次的三司会诊，本官让俺在天下人面前身败名裂，凌迟处刑。半个月了，我硬生生把汇通钱庄的大火做成了江湖黑帮火拼的铁案，还借言官之口咬得户部尚书焦头烂额。皇上没有证据，只能搁置关银案。如今我不但度过了死劫，在刑部的威望反而更高了。沈飞，接下来就是你的死期。先生，咱们到底什么时候把那铁伢子交上去啊？这半个月，我爹在朝上被王源那老贼的人咬得焦头烂额，每天回府都长吁叹的。沉住气，现在王源正在气头上，防备最严。猎人捕熊，最忌的就是在熊张牙舞爪的时候开枪，得等他以为自己安全了，蹲下来舔舐伤口的时候，一枪爆头。可是先生，明日就是年度大考了，听说王渊联合了大理寺和督察官，把这次大考搞成了三司会整的阵仗，他这是摆明了要借机整死您和咱们秉字号啊！三司会审，好大的排场！看来这位王大人是迫不及待想在全天下人面前给我定个死罪了。既然他搭好了戏台，那咱们就陪他好好唱一出大戏。沈飞，我看你今天怎么死！肃静！大楚律学馆年度大考即刻开始。本次大考三司同审，不仅考学妹组律法实务，更要考验各堂教师助教之师德才学。各位大人，下官有本要奏。本次大考，下官提议先不考学子，先审教习。王侍郎，此举不合规矩吧？尚书大人，非是下官破坏规矩，而是这律学馆中混入了一个狼子野心、祸乱朝纲的国贼。秉字号助教身为朝廷命官，不仅不教授学子圣人言大义大楚律法精髓，反而日日向这些国之栋梁灌输强盗萝莉、黑道行径。据下官查实，沈飞在课上公然教授学子如何伪造密室，如何销毁物证，如何利用律法漏洞敲诈勒索，此等行径与那陷山为王、草菅人命的土匪刘克有何区别？放屁！我们先是教的是活学活用，是为了让我们以后不被坏人骗。大胆！三司会诊的公堂之上，岂容你一个黄口小儿咆哮？大人们，这群涉世未深的学子已经被沈飞的强盗拉锯彻底洗脑。长此以往，大楚的魏将交给一群什么样的官吏？是大楚的青天大老爷，还是披着官服的活土匪？王侍郎，你这番指控可有实证？自然有。下官不仅有他败坏学风的证据，下官还要状告他另一桩大罪。沈本就不是什么一周来的书生，他被我大赤王围剿的边境巨匪青石寨军师燕七。王大人，此言当真？千真万确。大人们，此人乃是当青石寨的余孽，名唤张三。他前几日在京城流窜被抓，下官亲自提审。据他交代，当年燕七坠崖并未身亡，而是借尸还魂，潜入京城伺机报复。沈飞，你交给秉字号的那些断案手法、微断锁、伪造字扣，全都是当青石寨黑吃黑的惯用伎俩，你还敢说你不是燕七？这是一场完美的阳谋死局。无论这个替死鬼张三是真假，只要三司判定沈飞身份可疑，就能当场将他打入死牢。进了死牢，是缘是别还不是我说了算。王大人的故事讲得很精彩，连下官都快信了。王大人说我是土匪军师，说我教生的是强盗逻辑。那下敢问王大人，大楚律法中判定一个人是否罪，是靠捕风捉影的推测，还是靠确凿无疑的铁证？人证张三在此，你还想抵赖？人证
大楚刑律证据篇有云：孤证不立，更何况是一个被屈打成招的死大人。王侍郎今日摆下这三司会诊的阵仗，口口声声说我是青石寨的土匪，无非是为了掩盖他自己的一桩死罪罢了。王渊，你口口声声说我交生伪造证据，销毁物证，那下官今日就用你所谓的大楚律法，在这三司会诊的公堂之上，跟你打一场反向诉讼。李潇，学生在，把我们丙字号这半个月来实物演练查到的东西呈给三位大人，呈给圣上。是。启禀各位大人，这铁匣子里的账本，乃是半个月前汇通钱庄地下金库的原始暗账，清楚地记载了刑部左侍郎王渊是如何伙同地下黑恶势力贪墨，熔铸30万两官银的全部明细。每一笔账目后都有王渊的私人印信画押。假的，这是他们伪造的，这是陷害。是不是陷害？三位大人一看便知。王大人，好戏才刚开场，现在这颗子弹飞到你的眉心了。